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12月的深圳还是很暖和。天海科技大厦32楼的总经理办公室里，林峰正在整理桌上的文件。窗外的夜景很漂亮，但他心情不怎么好。3天前，公司宣布了他的升职消息，从市场部经理直接升到副总经理。这个消息在公司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他才35岁，在天海科技干了8年，能做到这个位子确实不容易。但是林峰知道，这次升职过程很不顺利。本来和他竞争这个位子的还有销售部主管马建华，那家伙虽然能力一般，但有个董事舅舅撑腰，在公司里一直很嚣张。林峰，恭喜啊！财务部经理老张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几份报表。听说年会你要致辞？对，总经理让我准备一下。林峰抬起头，揉了揉太阳穴，说实话，我还挺紧张的。老张在对面椅子上坐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听说马建华那小子最近心情不太好，你小心点。”他舅舅虽然这次没帮上忙，但马家在公司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。林峰点点头。马建华的舅舅马董事是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，虽然现在半退休了，但在董事会里说话还是有分量的。马建华平时就仗着这层关系在公司里横行，这次升职失败，肯定对自己恨得要死。我知道分寸。林峰收起文件，我是凭实力升上来的，问心无愧。老张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摆摆手离开了办公室。第2天下午，林峰正在会议室和技术部门讨论新项目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愣了一下。周倩，这个名字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。3年前，他们因为一些现实问题分手。周倩嫌他当时收入太低，买不起房子，最后选择了离开。这3年来，林峰埋头工作，几乎没有谈过恋爱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事业上。他没有接电话，但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下班的时候，林峰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看到了周倩，她正坐在靠窗的位置。她还是那么漂亮，穿着一身职业套装，化着精致的妆，但眼神里少了当年的单纯，多了几分世故。看来是因为我没接电话，她直接过来了。林峰心想，疯子，好久不见。周倩主动打招呼，声音有些不自然，是挺久的。林峰淡淡回应，有事吗？听说你升职了，恭喜啊。周倩笑了笑，建华回家经常提起公司的事，你升职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了。建华，林峰一愣，马建华不就是和自己竞争副总的那个马建华吗？难道周倩和他在一起了？谢谢。林峰没有多问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疯子，周倩叫住他，年会的时候能见到你吧？建华说他也要参加。林峰这才确认了心中的猜测，原来周倩真的和马建华在一起了，而且看样子关系还不浅。他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咖啡厅。回到家里，林峰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，心情很复杂。不是因为还对周倩有什么感情，而是觉得命运的安排实在太巧了。自己刚刚在职场上打败了马建华，但前女友成了对方的女人。这个年会看来不会那么平静了。年会的地点是市区的华庭大酒店，这是一家4星级酒店，装修很好，服务也不错。天海科技每年的年会都在这里办，已经成了传统。12月28日晚上7点，林峰提前半小时到了酒店。作为新的副总，
他需要和总经理一起接待重要客户和合作伙伴。酒店的多功能厅装饰得很漂亮，台上的大屏幕播放着公司这一年来的成绩回顾，背景音乐很轻柔，圆桌上摆着精美的餐具和鲜花，200多个座位排得整整齐齐。林峰，紧张吗？总经理王总走过来，拍拍他的肩膀。等会儿致辞的时候放轻松点，就当是和朋友聊天。我尽量。林峰整理了一下领带。王总，今天马董事会来吗？他出差了，不过马建华会代表他参加。王总看了看手表，差不多该开始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林峰点点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7点半，年会正式开始。主持人是公司的形象大使小美，声音很甜，台风也不错。简单的开场白后，王总首先致辞，回顾了公司这一年的发展成绩，说了明年的计划。接下来就是林峰上台的时间了。下面请我们的新任副总经理林峰先生致辞。掌声响起，林峰深呼吸一下，走向主席台。台下200多双眼睛都看着他，有赞许的，有好奇的，也有不怀好意的。他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马建华和周倩，他们坐在靠前的一桌。马建华穿着一身深色西装，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周倩穿着一件红色晚礼服，化着精致的妆，正和旁边的同事小声说着什么。各位同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林峰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全场，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特殊的时刻。他的致辞准备得很充分，内容不长，大概5分钟，主要是感谢同事们的支持和信任，说了对未来工作的决心和信心。虽然内心有些紧张，但表面上还是很镇定。致辞结束后，掌声再次响起，林峰鞠躬致谢，走下主席台。林峰，讲得不错。老张竖起大拇指，还行吧，总算没出丑。林峰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马建华站起身来，举起酒杯，大声说：“各位同事，我舅舅马董事因为出差没能参加今天的年会，但他特意托我代他向大家问好。来，让我们为公司的发展干杯！”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马建华身上，他故意强调了“我舅舅”和马董事这几个词，显然是在向所有人宣示自己的背景。林峰看在眼里，心中暗叹，马建华这是在给自己立威呢。虽然升职失败了，但还是要告诉大家他有靠山，不是好惹的。致辞结束后，就是自由交流时间。林峰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决定主动过去和马建华打个招呼。以后还要在一个公司工作，表面的和气还是要维持的。他端着酒杯走向马建华那一桌，除了马建华和周倩，这桌还坐着销售部的几个员工，都是马建华的亲信。建华，倩倩，好久不见。林峰主动开口，声音很平和。马建华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哟，这不是林总吗？现在可是大人物了，我们这些有背景的小主管都得仰望了呢。这话说得很有技巧，表面上是恭维，实际上是在嘲讽。有背景的小主管这几个字咬得特别重，明显是在暗示自己的身份。周倩也抬起头，笑得很甜。对啊，当年那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小男孩，现在都是副总了呢，真是变化很大啊。这话就更加直接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提起林峰当年的窘迫，明显是在羞辱他。林峰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
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。那倒是。马建华端起酒杯来，林总，我敬您一杯。虽然我舅舅不在，但我代表董事会敬您，祝您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。董事会3个字说得很重，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林峰知道马建华这是在给自己下马威，但在这种场合他不能发作，只能端起酒杯，谢谢，也祝你工作顺利。两人碰杯，但气氛明显很微妙，周围的同事都感觉到了火药味，但谁也不敢多说什么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年会的气氛慢慢热闹起来。各个部门的同事们端着酒杯四处敬酒，欢声笑语不断。但在马建华那一桌，气氛却越来越紧张。来，咱们再敬林总一杯。马建华再次站起身来，声音比刚才更大了。人家现在可是副总经理，年薪100万的大老板啊！100万？周倩接过话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讥讽。那可不一定呢。我听说副总的基本工资也就20万，想拿100万还得看业绩，更得看董事会的脸色呢。周围几桌的人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纷纷朝这边看来。有的人一脸八卦地竖起耳朵，有的人则显得很尴尬，假装没听见。林峰端着酒杯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他知道马建华和周倩这是在故意针对自己，但在这种场合，他不能失态。收入这种事情够用就行了。林峰平静地回应，比起钱，我更看重的是个人的成长和公司的发展。哈哈，林总就是有格局。马建华大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林总现在这么成功，怎么还是单身呢？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应该不愁找对象才对啊。这话说的看似关心，实际上是在戳林峰的痛处。在场的很多人都知道，林峰这些年一直单身，专注事业。周倩故作天真地说，可能是标准太高了吧，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太忙了，忙着巴结上级。职场就是这样，巴结上级这4个字说得特别清楚，明显是在暗示林峰的升职不是凭实力，而是靠拍马屁。马建华接着补刀，也对，像我这种有家庭背景的就轻松多了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。我舅舅经常说，在职场上，关系比能力重要多了。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，就是在炫耀自己的背景，贬低林峰的能力。坐在旁边桌的财务部经理老张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悄悄凑到林峰耳边说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人家有靠山，你惹不起。人事部的小黎也觉得气氛太尴尬了，找个借口起身去了洗手间。他心里想着，马建华也太过分了，但谁让人家有个董事舅舅呢？其他同事的反应也不一样，有的人在看热闹，觉得这种职场斗争很有意思；有的人同情林峰，但不敢表态；还有的人明哲保身，假装什么都没听见。林峰感受到了周围复杂的目光，心中越来越憋屈。他意识到，在公司中，自己虽然是副总，但实际上很被动。马建华就是吃定了，他不敢翻脸，董事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但马建华显然没有停手的意思，还变本加厉。倩倩，你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春节吗？马建华突然转向周倩。疯子当时为了省钱，连回家的火车票都舍不得买卧铺，挤了10几个小时的硬座。周倩掩嘴轻笑，当然记得啊，那时候他1个月工资才4000块，房租就要2000，每天吃泡面过日子。我劝他换个工作，他还说什么要坚持梦想。梦想？马建华故作惊讶，现在看来，
梦想还真的实现了呢。从月薪4000到副总经理，这个跨越确实不小，可不是吗？周倩叹了口气，当时我就觉得她太天真了，光有梦想哪行啊，还得有实际行动。现在看来，她确实找到了正确的路子。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奖，但每一句都带着刺。什么叫找到了正确的路子？明显是在暗示林峰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升职的。林峰的手握着酒杯，青筋都露出来了。他知道自己的升职完全是凭实力。这1年来，他为公司拿下了好几个大项目，业绩在所有部门经理中排名第1。但马建华和周倩的话，却让在场的人对他的升职产生了怀疑。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林峰努力保持平静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说得对，马建华举起酒杯，那我们就为林总的美好未来干杯，希望林总在新的岗位上能够继续发挥。特长2个字说的意味深长，在场的人都听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，周围的议论声也开始多起来。这个马建华也太过分了吧，可是人家有董事舅舅啊，林总也不好发作。我看林总挺憋屈的，但又不能怎么样。马建华这是在报复呢，谁让人家升职失败了？林峰听着这些窃窃私语，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，但理智告诉他，在这种场合不能冲动，一旦失控，就正中马建华的下怀了。就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，主持人小美的声音通过音响传了过来：各位来宾，各位同事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今晚最激动人心的环节——年度大抽奖。主持人的声音一响起，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主席台上。年度抽奖一直是天海科技年会的重头戏，今年的奖品更是丰厚。1等奖是价值8万元的大众朗逸轿车，2等奖是1万元现金，3等奖是5000元购物卡，还有各种纪念品和电子产品。请我们的副总经理林峰先生上台，为大家主持抽奖环节。掌声响起，林峰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来。刚才马建华和周倩的嘲讽让他心情很糟糕，但现在他必须打起精神，履行自己的职责。走向主席台的路上，马建华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而且故意很大声：林总，抽奖可别暗箱操作啊，我替我舅舅看着呢。全场哄堂大笑，但这笑声听起来很刺耳。马建华这话表面上是开玩笑，实际上是在暗示林峰可能会作弊，在所有人面前质疑他的人品。林峰脸色难看地回头看了马建华一眼，但还是继续走向台上。台上已经准备好了抽奖箱和各种奖品。抽奖箱是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盒子，里面装满了红色的小球，每个球上都有一个号码，对应着员工的工号。现在我们先抽取3等奖，一共10名。主持人小美微笑着介绍规则，请林总从箱子里抽出10个小球。林峰走到抽奖箱前，伸手准备抽取小球，但就在手伸进箱子的瞬间，他感觉到了异常，有些小球的手感明显不对。他假装在搅拌小球，实际上是在仔细感受。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，箱子里有几个小球的重量和材质都和其他的不一样，这些球摸起来更重一些，表面也更光滑。林峰的心跳加快了，这明显是有人做了手脚。他抬头扫视台下，发现马建华正紧紧盯着抽奖箱，神情显得异常紧张，而其他人都在兴奋地等待着抽奖结果。
只有马建华的表现很反常。林峰突然想起，昨天下午马建华曾经主动找到行政部，说要帮忙准备年会物料。当时大家都觉得他这是在积极表现，没想到居然是为了这个。他继续假装在搅拌小球，暗中数了一下那些异常的球，一共有13个，正好对应着1等奖1个，2等奖2个，3等奖10个。现在林峰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，是当场揭穿这个骗局，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？如果揭穿，马建华肯定会狗急跳墙，搬出他舅舅来施压。虽然自己占理，但在复杂的公司中，直接和董事的外甥撕破脸，后果很难预料。但如果不揭穿，就等于纵容了马建华的作弊行为，这对其他同事不公平，也违背了自己的原则。更重要的是，想起刚才马建华和周倩的嘲讽，林峰心中的怒火再次燃烧起来。这个马建华不仅在升职竞争中失败了，还要报复，现在又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林总，怎么了？主持人小美见他迟迟不动，有些疑惑地问道。台下的观众也开始窃窃私语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马建华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林总，是不是在挑选幸运儿啊？哈哈，这话又引起一阵哄笑，但林峰听出了其中的紧张。马建华这是在催促他赶紧抽奖，不要多想。林峰决定先稳住局面，给自己争取一些思考的时间。抱歉，我想先确认一下抽奖规则。林峰拿起话筒，声音听起来很平静。为了确保抽奖的公平公正，我建议大家一起监督整个过程。他假装在整理奖品，实际上是在观察台下众人的表情。马建华的脸色明显更紧张了，额头上甚至开始冒汗。周倩也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，不断地用眼神询问他怎么了。林峰的大脑飞速运转，他想到了一个既能揭穿马建华，又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办法。各位同事，林峰重新拿起话筒，今年是我担任副总的第1年，也是我第1次主持抽奖。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我建议我们换一种抽奖方式。台下一片哗然，大家都不明白他要干什么。马建华急了，立即站起身来：林总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大家都等着呢，按原来的方式抽就行了。对呀，林总，周倩也帮腔，不要搞得太复杂了，简单抽奖就好。但林峰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既能揭穿马建华的作弊行为，又能在所有人面前展现自己的正直和智慧。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。林峰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全场，这个抽奖箱里的球似乎有些不太一样。全场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紧紧盯着台上的林峰。马建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，身体明显僵硬了。不一样？什么意思？主持人小美一脸疑惑。林峰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从抽奖箱里拿出几个小球，分别放在手心里掂量。大家请看，这些球的重量明显不同。他把几个球递给站在台边的工作人员，你们可以亲自感受一下。工作人员接过球，仔细比较，脸色也变了，确实不一样，这几个明显更重一些。台下开始骚动起来，同事们纷纷议论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有人做手脚了？这不会是暗箱操作吧？马建华再也坐不住了，猛地站起身来，大声喊道：林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在怀疑我们搞鬼吗？我没有怀疑任何人。
林峰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。我只是发现了问题，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，以确保抽奖的公平性。总经理王总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快步走上台来。怎么回事？林峰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。王总亲自检查了那些球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这些球确实有问题，重量和材质都不一样，会不会是生产厂家的质量问题？有人提出疑问。不可能，林峰摇摇头，如果是质量问题，应该是随机分布的。但我检查了一下，这些异常的球数量很特殊，正好是13个，对应1等奖1个，2等奖2个，3等奖10个。这句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傻子都能看出来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王总的脸色彻底黑了。谁负责准备这些物料的？行政部经理举手回答，是我们部门负责的。但昨天马建华主管主动提出要帮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马建华身上。马建华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但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你们这是在冤枉我，我只是好心帮忙，怎么可能做手脚？那我们调取一下监控看看。王总当即做出决定，保安部立即调取昨天晚上会场的监控录像。等等，马建华急得跳了起来，你们这样做合适吗？我舅舅是董事，你们这样冤枉他的外甥，不怕承担责任吗？这下连周倩都有些慌了。她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但看丈夫的反应，肯定出了大问题。她站起来为马建华辩护，建华不是这种人，肯定是误会。但王总已经铁了心要查到底，马董事如果在这里，也会支持我们查清真相的。公司的规章制度面前，人人平等。10分钟后，保安部调来了监控录像，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，昨天晚上10点多，马建华独自一人进入会场，在抽奖箱附近鬼鬼祟祟地操作了10几分钟，铁证如山。面对确凿的证据，马建华彻底崩溃了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着脸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王总让财务部配合，对马建华的工作进行全面检查。结果发现了更大的问题，马建华在销售部虚报业绩，私吞回扣，金额高达30多万。马建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王总的声音冰冷如铁。马建华知道大势已去，但还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舅舅不会饶过你们的。王总冷笑一声，当众拨通了马董事的电话，开启了免提。马董事，很抱歉打扰您，马建华在公司的违纪行为已经查实，金额较大，我们准备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处理。电话那头传来马董事愤怒的声音：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王总简单介绍了情况。马董事听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王总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公司的规章制度不能因为私人关系而改变。这小子让我太失望了。马建华听到舅舅的话，彻底绝望了。他知道自己完了，不仅要被开除，还可能面临法律后果。周倩也彻底震惊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竟然是这样的人品。当初离开林峰，就是因为嫌他穷，觉得马建华有背景、有前途。没想到这个有背景的男人，竟然是个骗子和小偷。建华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周倩的声音颤抖着，眼中满含着泪水。我们才结婚半年啊！马建华抬起头，眼中满含恶毒地盯着林峰。都是你害的我！
如果不是你抢了我的位置，我也不会。不会什么？林峰打断了他。不会贪污，不会作弊。马建华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？心里最清楚。够了！王总拍桌而起。保安，请马建华离开会场。明天上午，人事部办理他的离职手续，涉及违法的部分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2名保安走上前来，架着马建华往外走。马建华一边挣扎，一边冲林峰怒吼：“林峰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”周倩跟在后面，眼泪已经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她想起自己刚才还在嘲讽林峰，现在却发现小丑竟然是自己。年会现场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这戏剧性的一幕震惊了。马建华被保安带走后，年会现场依然笼罩在震惊的气氛中。大家都没想到，一个看似普通的抽奖环节，竟然揭开了这么大的丑闻。王总重新走上台，拿起话筒：“各位同事，刚才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都很震惊。但正如林峰副总刚才所展现的，我们公司绝不容忍任何违规违法行为，无论这个人的背景如何。”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次掌声和之前不同，充满了对林峰的敬佩和认可。现在我们重新准备抽奖用品，继续我们的年会。王总宣布道。抽奖继续进行，但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同事们看向林峰的眼神充满了尊敬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林总，您这次处理得太漂亮了，既维护了公平，又没有冤枉好人。我们之前还担心您会被马建华欺负呢，原来是我们多虑了。老张走到林峰身边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小林，我算是服了，有靠山也不能胡来，关键时刻还得看人品啊。”人事部的小李也跑过来：“林总，您刚才在台上的表现太帅了，马建华那种人就该受到惩罚。”抽奖结束后，王总把林峰叫到一边：“林峰，今天的事情你处理得很好，既维护了公司的利益，又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失去理智，这就是一个优秀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素质。谢谢王总的认可。”林峰谦虚地回应：“实话跟你说，董事会一直在观察你的表现，今天这件事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。”王总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好好干，前途无量。”年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，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这个夜晚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。马建华被开除了，面临着法律后果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彻底失去了舅舅的信任和支持。马董事第2天就公开表态，与这个外甥断绝关系，不会为他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。周倩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。得知马建华的真面目后，他当天晚上就搬出了2人的住所，第2天就去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。他终于明白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错误。年会结束后，周倩主动找到了林峰：“峰子，我想跟你道歉。”周倩的眼睛红红的，声音哽咽：“对不起，我当年真的错了。”林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深爱过的女人，心情很复杂，但他已经不是3年前那个为了她而痛苦不堪的男孩了。过去就过去了。林峰平静地说：“我们都有了各自的人生轨迹，你现在的麻烦我帮不了你，但我也不会落井下石。我知道我没资格奢求你的原谅。”周倩擦了擦眼泪：“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真的很优秀，是我当年有眼无珠。”林峰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他没有因为周倩的道歉而心软，也没有因为她的落魄而幸灾乐祸。对他来说，这段感情早就翻篇了。
1个月后，林峰在公司的地位更加稳固了。马建华事件的处理，让公司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。总经理开始让他负责更多的重要项目，董事会也对他的表现表示满意。马董事还特意找他谈了一次话：林峰，我为我外甥的行为向你道歉。你能够以公司利益为重，不计较个人恩怨，这份胸怀让我很敬佩。以后有什么需要支持的，尽管找我。公司的氛围也因为这件事有了明显的改善，在没有人敢仗着背景胡作非为，大家都更加专注于工作本身。林峰的威信大大提升，工作开展的也更加顺利。这天下班的时候，林峰在公司楼下遇到了新来的法务部主任，她是个30岁左右的女性，叫李文，从知名律所跳槽过来的，能力很强，人也很有气质。林总，今天的会议讨论得很充分，您的一些观点让我很受启发。李文主动打招呼，李主任客气了，你的专业意见也很有价值。林峰回应道，两人就工作话题聊了起来，发现彼此的理念很合拍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已经走到了地铁站，要不一起吃个饭？李文建议道，我刚来公司不久，想多了解一些情况。好啊，林峰欣然同意。在餐厅里，两人聊得很投机。李文不仅专业能力强，谈吐也很有深度，对很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没有那种世俗的功利心，更看重个人的品格和能力。林峰想起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年会之夜，嘴角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